购买加油机纯属浪费钱，印度空军是否真的没有使用大型加油机的需求？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消息指出，法国正式向印度空军出售6架二手 A330MRTT 加油机。由于都是使用过5到7年的加油机，法国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并向印度保证所购买的加油机仍然有30年的使用寿命。据悉，印度空军希望采购 A330MRTT 加油机已经很久了，早在10年前就向法国发出了意见征求书，如今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尽管印度空军目前现役的是俄罗斯生产的伊尔78空中加油机，但实际上该国10几年前就对该加油机的性能感到不满了。在后来的几年中，法国的 A330MRTT 加油机就曾经2次被印度选中。最开始，印度是希望以租赁的方式获得 A330MRTT 加油机，法国却表示可以低价出售印度6架二手的 A330MRTT 加油机。可印度一名军事专家却持悲观态度，声称这笔交易只是浪费金钱。该专家的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印度当前根本没有使用大型加油机的需求，一架 A330MRTT 的成本超过2个亿，如果增加防核装置，成本还会更多。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造成最终购买的金额远超过预算的金额。不过，印度空军的态度却跟这位专家截然不同。印度坚持认为新的空中加油机对印度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例如，作为印度空军中坚力量的Su-30MKI 战斗机，由于本身内部的燃油容量已经够大了，导致无法再外挂副油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加油机的存在，就非常需要空中加油来进行远距离作战。除此之外，空中加油能力对于印度空军的米格29、幻影2000以及阵风等多种战斗机都是很好的战力补充。据了解 ，A330MRTT 在不适用额外燃料箱的时候，其最大载油量可高达111吨。当然，这其中包括加油机自身需要消耗的燃油。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可以容纳380人，或者说装载45吨货物。这与只能携带40吨左右的燃油伊尔76或78确实有很大的差距。以这样的载油量，一架Su-30MKI 就需要7吨以上的燃料，那么伊尔78最多也就只能为5架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也难怪印度空军对该加油机不满意。想要扩大作战范围，印度必须要有作战能力，自然也就对空中加油机有要求。不过，分析认为，印度空军对空中加油机的需求不仅仅是为了该国未来的发展。印度媒体就表示，中国将拥有50架加油机，想跟随中国的步伐，印度也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此类飞机。倘若在未来中国空军拥有更大的加油机，印度也必须拥有同样多的飞机。这么看来，印度空军是因为中国有，自己也想要有，可他们却忘了两国的发展方向不同，对加油机的需求肯定也不同。一味地跟随我国的步伐，印度迟早会杀死自己。毕竟印军不是中国空军，没法比。届时估计印度人又会甩锅，声称是中国害了他们。在遭到我国一系列的制裁后，澳大利亚态度不是求饶，为什么反而异常的上涨铁矿石价格？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常言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可这对于澳大利亚完全相反。一直以来，该国可以说是吃中国饭还要砸中国锅的。无论是对华贸易出口还是南海问题，澳大利亚都最先冲在前线，多次挑衅。针对我国不说，还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而在过去几十年，澳大利亚农产品、海产品以及矿产品都在不断地销往中国。在我国作为该国产品最大的市场以及买家的同时，就连旅游业、留学产业，澳大利亚也在从中国获利无数。尽管以往澳大利亚对中国也不那么友好，但也没有像如今这般敢肆无忌惮地叫嚣我国。或许美国让疫情逼疯了的同时，澳大利亚也跟着疯狂了。至此，我国也不是轻易能够被欺负的。现在，中国陆续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葡萄酒以及龙虾进行制裁，就连运煤船也停靠在我国港口1个月有余，各种反制接踵而至。这让很多澳大利亚苦不堪言，多次要求澳大利亚官方能够尽快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可哪怕是这样，澳大利亚也没有想要放弃对华的强硬态度，甚至还上涨了铁矿石的价格。近日，中钢协组织中国沙钢、首钢、合钢以及建龙等钢铁企业对近期市场运行问题进行了研讨。
他们认为，当前铁矿石价格上涨幅度已经偏离供需基本面，超出了钢厂的预期。鉴于铁矿石对我国钢铁企业的重要性，中国钢企要求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和证监会及时调查的同时，还质问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要其为上周五铁矿石价格单日异常上涨7.5美元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针对澳大利亚方面上涨铁矿石价格的事件上，实际上不少人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这段时间中澳关系越发恶劣，我国的一系列制裁让澳大利亚无法承受，澳大利亚如今就想利用中国市场对铁矿石的依赖掐我国的脖子。如果真要把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的种类分开来看，铁矿石至少占据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75%。美国媒体也因此道出真相，澳大利亚先通过上涨铁矿石的价格来弥补其他对华出口受阻的损失。毕竟在澳大利亚看来，中国在找到合适的铁矿石代替品之前，不敢轻易对澳大利亚铁矿石这方面的死穴动手。不过该国似乎忘记了，伴随着中国市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都希望瓜分澳大利亚对华出口贸易。澳大利亚并不是特别，中国少了澳大利亚，立马就会有更多的澳大利亚前来填补空缺。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从中国市场分一杯羹，而澳大利亚则会在不断的作死中越来越惨。中巴雄鹰联合军演，印度媒体为什么如此关注？印度人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最终还是出现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我国国防部近期宣布，将与巴基斯坦举行雄鹰 IX 空军联合训练，并持续到12月下旬。巴基斯坦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联合训练军演将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加强两军之间的务实合作。雄鹰 IX 联合空军演习是中巴两国每年轮流举行的系列演习。按理来说，此次联合训练军演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印度媒体这次却异常关注。他们认为，在印巴两国于2019年初爆发克什米尔空战，以及印军今年开始装备阵风战斗机后，今年中巴的这次军演很可能会对巴空军尤为关键。自2011年中巴两国首次举行雄鹰联合训练演习以来，往后每年轮流在双方国家举行，其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迄今为止，除了我国歼20隐形战斗机外，我国空军所有的先进轰炸机、战斗机几乎都参加过雄鹰军演，甚至曾经大方地让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乘坐后座，体验我国现役飞机的感觉。而这一次在双方展开的雄鹰军演中，除了有各种型号的飞机，还有最让印度媒体担忧的歼10C 战斗机。一直以来，巴基斯坦方面对于我国生产的歼10C 战斗机都非常青睐，其相关的采购事宜更是在2009年就已经展开了。但是随后不久，巴基斯坦就和我国在枭龙战机方面展开了联合军演。如今伴随着印度空军获得阵风战斗机后，关于巴基斯坦购买歼10C 的声音再次传出来。阵风战斗机是属于第4代战斗机，其战斗力和中国的歼10C 接近，两款战斗机性能相当，但是在制空能力上，歼10C 还是远胜阵风战机的。后者的雷达尺寸要受制于阵风较小的体积，另外阵风战机的雷达功率低，以至于探测范围有限，而歼10C 得益于歼20的发展，雷达功率也就更大。也就是说，一旦巴基斯坦获取了歼10C，印军引以为傲的阵风战机的优势或将不在，而这也正是印媒密切关注此次中巴军演的关键原因。不过哪怕是这样，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面似乎还是出现了。不少小伙伴们发现，这次歼10C的士化涂装好像有点不对劲，中国空军的标志似乎没有了，机身上没有机号，也没有徽标。面对这一情况，军迷们纷纷猜测，这次双方联合演习结束后，歼10C或许将就地向巴基斯坦方面进行交付。如果真是这样，正处于局势的关键时刻，中巴雄鹰军演，一方面是双方切实维护地区安全和平衡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向强敌释放出了重要信号。或许印度人怎么都想不到，这一幕终究还是出现了。阵风战斗机在未来对抗巴基斯坦的歼10C时，再也不能保证该战机的优势是否还存在了。